如果一辆新车3年后只值一半价格，还能说这是好生意吗？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德国媒体对比亚迪的最新评价。曾被誉为中国制造骄傲的比亚迪，如今被西方直接点名，正处于电动车泡沫的漩涡之中，随时可能爆炸。2008年房地产泡沫时，没人相信恒大会倒。2021年新能源光伏冲得飞快，最后跌得一地鸡毛。眼下的比亚迪看起来正走在相似的路上。德国商报明确指出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，同时也是最脆弱的。靠政策补贴、过度投资与价格倾轧堆起来的销量增长，不但代价巨大，而且缺乏可持续性。一旦没有政策输血，崩盘是早晚的事。比亚迪的危机不是从销量跌开始的，而是从盲目扩产开始的。数据显示，截至2024年底，比亚迪年产能已经突破600万辆，但同期销量只有302万辆。换句话说，有近一半的产能是闲置的，这在汽车产业是致命的。停产是亏，生产的更多是更亏。为了维持增长神话，比亚迪选择继续压榨自己，把产能当作胜利的象征。但残酷的是，中国市场已经饱和了，消费者也在变得精明，根本不吃这套。于是，比亚迪开始干一件危险的事，把车卖给自己人。德国《世界报》揭露，比亚迪把大量新车卖给自己旗下的租车公司和经销商，装作销量很好。但这些车很快就会被当作0公里二手车以低价甩卖，冲击整个市场价格体系。最终结果是，新车卖不动，旧车跌得更快，品牌价值彻底毁掉。德国汽车研究中心负责人杜登霍夫指出，比亚迪根本没有真正的海外战略，靠打折、促销和噱头支撑门面，长远根本不行。如果一辆电动车3年后只值一半，谁还敢买？这不只是个人的账本，更是整个行业的信誉崩盘。最恐怖的是，比亚迪不是个案，整个中国电动车产业都在走出口的迷幻剧本里自我催眠。问题是，国外欢迎吗？答案是不欢迎。欧美接连对中国电动车加征惩罚性关税，美国直接动用301调查，欧盟宣布反补贴调查。法国、德国消费者对中国车的信任度远低于日韩，转化率甚至不到10%。靠出口消化过剩，这条路正在被封死。雪上加霜的是，小米汽车来了，不是救市的，是来参战的。小米一脚踏进电动车赛道，搅动了本已混乱的局面。小米 SU7 横空出世，售价直击20万元以下，比亚迪顿感压力山大。而且小米用的是手机逻辑，就是赔本也要抢用户，这对靠单车利润活命的比亚迪简直是釜底抽薪。于是价格战又打响了，比亚迪打，蔚来打，理想打，小鹏跟进。车是卖出去了，可是经销商、渠道、门店统统在血亏。这不是市场经济，而是自我毁灭式的内卷。价格战全面爆发，利润率被持续压缩，经销商苦不堪言。长三角4省市的汽车销售协会联合发声，喊话比亚迪等车企别再逼我们赔本卖车了。官方数据显示，中国有近一半的 4S 店处于亏损状态。上海、杭州、南京多个城市出现经销商集体关店潮，有的 4S 店甚至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，靠倒贴维持运转。更夸张的是，0公里二手车这种变相降价促销手段被媒体曝光后，居然还被地方政府默许甚至鼓励。比如某东部沿海省份的出口增长指导意见中，明确鼓励二手车外贸创新模式，直接点名支持地方车企向海外批量输出二手库存车。换句话说，为了 GDP， 哪怕是把车自卖自夸，只要数字好看，
面子工程继续演。但问题是，这样的玩法能撑多久？出口市场迟早会看破，消费者的信任一旦失去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另一边，中国的餐饮行业也在经历相似的命运。红三网7月4日发布重磅调查，北上广深已沦为餐饮创业地狱。是的，地狱，不是困难，不是寒冬，而是毫无生机的绝望地狱。数据摆在那，北京2025年第一季度限额以上餐饮企业亏损5219万元。上海2025年1至5月餐饮消费总额同比下滑 2.5%。广州、深圳餐饮业增速仅 2.2%、1.0%，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4.7%。曾经餐饮创业天堂的北上广，如今已经是创业者的坟场。即使在曾经最具人气的簋街，如今也成为北京租约更替最频繁的商业街。人气下滑，租金高企，消费降级，三重压力将无数创业者压垮。餐饮行业的生存困境背后，是人口结构变化与消费信心崩塌。居民收入预期持续下行，年轻人离开大城市，消费行为愈加保守。为争夺有限的客流，大量餐饮店陷入价格战内卷，最终集体血亏收场。这场在都市烟火气背后上演的淘汰赛，已经不是能不能赚钱的问题，而是活不活得下去的挑战。来自一线城市的二手厨房设备商提供了另一视角的印证。有业内人士透露，他们所在的拆装团队平均每月要拆除约200家餐厅。在北上广深，餐厅关闭率已超过 10%， 在部分区域甚至达到 15%。说得直白一点，现在普通人想开餐馆，基本等于等死。令人震惊的是，连设备回收市场也已经饱和，用血汗换来的创业成果，最终只能当废铁处理。残酷的现实击碎了无数怀揣梦想的人，整个社会似乎都在往下坠。二手厨房设备市场的火爆，背后藏着的是一座座倒塌的餐饮梦。一位长期从事设备回收的业内人士表示，如今他们的工作已经不再是买卖，更像是收尸。设备太多，仓库堆满，甚至出现囤积爆仓的现象。很多厨具价格比不锈钢废料贵不了多少。过去1年里，他们团队平均每月要拆除近200家餐厅，有时候一天就能接到5、6个清仓的订单。拆得越多，说明倒下的越多。在北上广深这样曾经热闹非凡的一线城市，餐厅的月关门率已经突破 10%， 局部区域甚至逼近 15%。这意味着每10家开业的餐厅，就有1到2家在1个月内熄火。创业者倾尽所有换来的梦想，还没等客户稳定，就被现实压进了废品堆里。这不是个别现象，而是全国范围的普遍趋势。其查查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倒闭的餐饮公司数量高达近300万家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平均每天就有超过8200家餐饮企业注销或调销。这个数字背后是数百万个家庭的经济危机，是无数个再试一次的泪水，是一次次以为坚持下去就能看到希望的自我欺骗。不同于过去行业正常的新陈代谢，这一次的倒闭潮更像是一场结构性崩塌。不仅仅是小店撑不住，很多连锁品牌、区域龙头都在大批量裁员、关店。有业内人士坦言，现在不是想不想赚钱的问题，是不亏就已经谢天谢地。撑不下去的原因太多了。租金依旧高位运行，房东从来不会因为市场不好就主动降租，员工难招，留不住人，物价波动大，食材成本居高不下。而更深层的问题是，城市的消费能力已经明显枯竭，客流越来越少，消费决策越来越慢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早已释放出警讯。2024年，
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下滑 1.4%， 而居民中国企业注册信息平台企查查的官方数据也坐实了这场悲剧。2024年，全国范围内倒闭的餐饮公司数量接近300万家，创历史新高。这不是行业洗牌，这是一场创业屠杀。你可能会说，餐饮业历来是个高淘汰行业，风浪大点很正常。可问题是，现在是连老油条都在逃跑。过去那些撑了5、6年的夫妻店、社区老店、网红名店，如今也扛不住了。不是因为他们变差了，而是这个社会变了。租金还在涨，房东不减租，员工流动大，顾客没钱了。简而言之，一边是成本向山高，一边是营收向水浅，中间的夹缝把人活活压死。为什么北上广深的餐厅撑不住了？答案其实早就藏在数据里。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4地常住人口正在流出，尤其是年轻人、中产、创业者选择离开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下降 1.4%， 而家庭杠杆率却攀升至历史新高。2025消费信心指数调查显示，有近 64% 的城市居民表示今年将减少不必要支出，尤其是在外就餐、休闲娱乐等方面最先砍预算。这意味着你即使开在核心商圈，也未必有流量，你价格达到骨折，也未必有人进门。而更残酷的是，谁都知道你快撑不住了，于是大家都在等你清仓、转让、倒闭。如果说餐饮是底层创业者的绝望，那么电动车就是中产投资者的噩梦。两者看似毫无关系，但其实本质一样，都是靠未来想象撑起来的泡沫，都是靠政策护航维持的虚假繁荣。比亚迪不是第一个被催熟的明星企业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在中国，所有行业的起点都很像，国家大力扶持，资本疯狂下注，媒体集体造神，但结局却又往往一致。一旦补贴收紧，市场回调，信心消失，一切都像高空坠物般摔得粉碎。餐饮业如此，电动车如此，教育、游戏、直播、房地产、P2P、文旅，哪个行业不是如此收场？